接客。好嘞。这位客官打尖还是住店？就这儿了。这个家伙，看上去就让人讨厌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不过看他的穿着打扮，定是江湖中大家族出门历练的子弟，一定很有钱。客官，您要点什么？这种客官最是爱摆阔，是时候大赚一笔了。一碗阳春面，一碗老糟烧。啊？怎么了？您还要不要点点别的？小店的梅花肉、桃花酿都是招牌。梅花肉啊？来一份梅花肉，定然是不行的。哎，不如你切一块在那阳春面当中吧。啊，一碗阳春面，一个老糟烧，6个铜板。客官，您的面和老糟烧。哇，请慢用。哎，怎么了？你这几位客官，本店规矩，先收钱再上菜，所以各位到底是要几斤肉、几两酒，还是提前说好为宜？你是谁啊？在下萧瑟，是这雪落山庄的老板。哼，我没钱，哦，但是你一定有钱。实不相瞒，本店已经1个月没开张了，现在连工钱都开不出来。哼，我不管，就算你没钱，你身上这件裘皮大衣怎么也值110两银子。胡说！五花马，千金裘，我这身袍子乃是天启城玉绣坊定制的，光做便做了3个月，运便运了1个月，110两，买我个袖子都不够。你，哼！我说你小子到底听没听懂我说话？2两银子。什么2两银子？我说这桌子2两银子。你小子，老子今天是来打劫的，不是来打尖的。给我来上好的酒，上好的肉，再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，要不然我杀了你的人，烧了你的店。打劫啊！那我就不能不管了。你是谁？雷无杰。雷无杰？正是。雷无杰是谁啊？不知道啊，雷无杰谁啊？没听过。江湖中有这行人呢？我初涉江湖，你们自然不知道我的名字。不过，没关系，很快我的名字便会名震。什么无名之辈，给我上！风刀挂镜，江南霹雳堂，雷门，雷家，雷无杰，给我剁了他！
呀，现在可知道我是谁了？还不快滚！快走！有道是大恩不言谢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这些都是应该的，不用太客气了。我还急着赶路，还望后会有期。大恩不言谢，拔刀相助。那当然，哎，要不是我，那帮大汉早就砸了你的店，搞不好你们连命都没了。这难道不是大恩？你看看我这店，跟被砸了有什么两样？100两。我没钱。那再怎么说，我也算救了你们的命。你这样也太……我需要你来救。这功夫，100两。我真没钱。没钱？但我马上就会有钱的。我要去一个地方，到了那地方便会有钱。什么地方？雪月城。雪月城？嗯。雪月城被尊为江湖第一城，其实是几大世家门派组成的联盟。江南霹雳堂就是其中之一。要想拿回该拿回的东西，雪月城也是我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。如果这个少年真的是去雪月城，那么以他的身份，从雪月城中拿出100两银子，自然不在话下。而且这个家伙似乎并不像在骗人，毕竟他怎么看，除了武功高强以外，简直就是一个傻子。可以，你去雪月城，我得跟你一起去。啊，完全没问题。还有啊，利息就算你500两吧。啊，500两。也是好多年没出去了。雪月城的几位城主，我们也该见面，聊一聊当年的事。哇，这雪也太大了，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消的。还好我的马是千里挑一的神骏，不然咱们都得被这场雪给埋了。不，你这一路都在说你的马好，你是卖马的吗？少废话，进去生个火。装模作样。哦，哼，哎，刚刚有人生过火呀。哦，太好了，这下方便了，我还怕那柴火太湿，怎么都点不着呢。莫非只是2个寻常的赶路人？快点！刘杰，哎，你说带我去雪月城，可这一路上你已经走错2次方向了。你确定这次路是对的？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去雪月城，不过我发誓，这次一定是对的。他姓雷，莫非来自江南霹雳堂雷家？可是雷无杰这个名字，却从未听人说过。你属狗的吗？闻什么呢？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？
么味道？是花香，蔷薇之香。蔷薇？这个天气会有蔷薇啊？这是蔷薇露的味道。蔷薇露出大邑、占城、爪哇，并且只有天启城的百花阁才有的卖。这儿怎么会有？想不到在此荒郊之地，还能遇到能识风雅之人。我苦求百花阁主多日，他才卖给了我这一瓶，却一下就被你闻了出来。风高月冷，姑娘要进来坐坐吗？不必了。这是越妻笑宋帖，明侯怒杀人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什么对了？他们二人就是越姬和明侯，杀手榜上位列第9。除了霸占杀手榜上前8席的暗河组织之外，绝对是江湖上最厉害的杀人王组合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他们送了我们帖子，岂不就是要杀我们呀？你兴奋个什么劲儿？其实帖子是送给里面另一位朋友的，只不过我们的规矩就是接了帖子的都得死，所以今夜二位的命就都一同留在这儿吧。只是明侯的刀不轻一把，你先试试我的剑吧。树衣剑，他们二人的兵器倒是绝配。树衣剑、金具刀，能一晚上见识到这2样兵器的人不多。小兄弟，你可看好了。素闻江南霹雳堂雷家火器天下第一，却没想到小兄弟的内力也如此惊人，竟能赤手握住我的树衣剑。哼，你的剑我见过了，可我的拳你还没见过呢。是雷门的无方拳，拳未到气先到，这小子有一手。什么人的刀你都敢接，你有几条命够你这么玩的？你不是也会功夫吗？你怎么不去打呀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会武功了？不是，你在那客栈，你一挥手，门窗都齐刷刷的关上啊！傻子，这世上除了武功，还有一种技术叫激光，需要你来救。这也行？这位大哥，
你在后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？刚才有人偷偷溜进去了。我想那明侯月姬也只是不想被人渔翁得利罢了。啊！哇！走吧。怎么了？咱们不是要找雪月城吗？如今雪月城大弟子就在眼前，不跟着他，跟着你像话？对啊。哎哎哎！你想做什么？听声音准没错，纯金的。纯金的？纯金的又如何？值大钱了。那棺材中的事物与我们关系甚大，实在是无法放弃。这棺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？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里面装的是荣华富贵；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里面装的是绝世武功；对于我们来说，里面装的只是一个答案。答案13年前，别说了。13年前望一楼惨案，望一楼一夜之间惨遭灭门。只有楼主谢柳依的长子被打晕之后，留了一命。醒来之后，却失去了那晚所有的记忆。后拜入天泉老人门下，做了杀手，江湖人称明侯。知道的还不少。可惜了，这望一楼惨案本来就是一桩无头案。即便当时有线索留下，可如今13年过去，也是无迹可寻。你真就这么确信这棺材当中有你想要的答案？不过说实话，我对这棺材倒是越来越感兴趣了。这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诈尸了！还是个和尚，还是个活和尚。没有结巴，不是和尚。先把他带走再说。闭眼，不能看他眼睛。你的接头人终于到了。在下无禅，这位是我的师弟，也是忘忧大师的俗家弟子，吴昕。此处不是讲话之处，我们先从这里离开吧。并未提及这几位朋友，请问他们是？这位是枪仙司空长风之女，司空千落。在下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极。驾！我只是个小客栈的老板，同外面那个雷门的小兄弟一同去雪月城办点事情。这位是美人庄天女蕊，此次他们2人与我同行。那你的师弟为什么会躺在黄金棺材里啊？这黄金棺材乃寒水寺镇寺之宝，可压制所躺入之人的浑身内力。
压制。我师弟修习罗刹堂32秘术，大觉师傅觉得师弟十分危险，故要求以黄金棺材为压制来护送。传闻罗刹堂的秘术，习得任意一门便能身具神游。想不到你的师弟竟一下学了个全。忘忧大师是昔日的禅道大宗，他为何会允许无心师弟修炼这秘术？这些就得从忘忧大师本人说起了。忘忧大师习得佛门6通，其中以他心通最为不凡。传闻去寒水寺参拜的香客，只需注视忘忧一眼，无需言语，自省心中罪恶。这么厉害，都不用说话的。他心通修炼至极致，能一眼看透人的内心，改变人的内心，是以佛法度人。不过就在几个月前，忘忧大师却忽然圆寂了。江湖传言，忘忧大师圆寂之后，尸体倒地为尘，瞬间灰飞烟灭。传言并没有错。为何突然元气了呀？还是江湖传言，忘忧大师是被人逼至极致，忧思而死。这位兄弟知道的很多。是的，有人一直在逼师傅交出师弟，因为我这师弟也曾展露过师傅那窥探人心之法。他练的是心魔引。心魔引，这又是什么武功？我从未听说过。他心通窥人心，悟其道。可心魔引这门武功，窥的不是人心，而是心魔。若是我没猜错，你这师弟无法正常修习佛法，所以忘忧大师安排他去罗刹堂修炼秘术。如今那32门秘术，只存在于无心一人身上，又是这般厉害，难怪会引来这么多人的争斗。大觉师傅想用伏魔神通消除无心身上的禁术，这岂不是要废了他？可据我所知，无心师弟在接到消息之后，便运用归西之术躺入了棺材中，并无反抗。那魔教对你师弟感兴趣，也是因为罗刹堂秘术？魔教？行了，知道魔教太多的事情，对你们没好处。他说的没错。你是谁？又是你！行了，把人交出来，我放你们一条生路。做梦！师兄，我来帮你。看好我师弟！你不去帮忙吗？我又不会武功。看好无心。那白发仙的武功已入了逍遥天境，又岂是你们几个能讨得到好的？哎，等等我！哎，等等我，我还没上去呢。没用的，那家伙境界太高，不是你们人多就能解决。那怎么办啊？用这个呀。你知道那个是什么？像这种形状的火器，应该是雷门的麒麟火牙吧？那可是号称麒麟一怒剑仙不出的大杀器。那玩意儿制作方法早就失传了，现在仅剩那把还在门主手里，怎么可能给我呢？啊，不对，这事门主好像不让说。
雷门不幸啊。不过你说的对，也只能用那个了。我不想和你们几个晚辈纠缠。再说一遍，把人交出来，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。让开！想不到竟然是这样。剑，雷门不是明令禁止门内弟子练剑的吗？这难道就是杀捕剑？长剑纱布，你是雷轰的弟子。好啊，一个个的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们。的剑气，看来他真的是动怒了。不想落个终身残疾的话，别起来。喂，你还能不能站起来？别看了，只有你能听到。如果你还有一点力气的话，那就站到我的面前来。还看什么？再看那个白头发的家伙就要把我带走了，赶紧的，站到我的面前来。唐莲，我本不想杀你，你又何必逼我？还有多少暗器？透骨钉、铁蒺藜、龙须针。你只有一击的机会，全部放出去。万术飞花的手法不是每个唐门人都能掌握，但你是唐莲，你一定没问题。既然你执意如此，那就再接我一剑。就是现在！你没有让我失望，不过这种程度还是挡不住他多久。见过了这一场万术飞花，也不枉我假睡这么一场。无心师弟。师兄，好久不见。
在下想去一个地方，不知这位小友可愿陪在下一同前往？不想。口是心非。你干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看来这位小友也愿意一同前往，真是太好了。要不，咱们趁现在快跑吧。好啊，祝你好运。哎，那你怎么不跑啊？你有看见他的轻功吗？你觉得咱俩跑得过他吗？那我就把他打晕了再跑。好啊，祝你成功。哎，那打也不行，跑也不行，堂堂7尺男儿，却要在这里做人质啊！我没说不能跑，但要找一个跑了之后能生存的地方。这荒无人烟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又身负重伤，万一迷路了，咱们俩都得祭天。你这个德行啊，还真想不到你就是雷轰的弟子。你知道我师父？当然了，当年的雷门4杰之一，虽说是外门弟子，但年纪轻轻就凭借残本，还原出了早已失传的火灼之术。鼎盛之时，名声犹在如今的门主雷千虎之上。我师父很少跟我讲起关于他的事情，他总是喜欢一个人待着，要么看天，要么就看花。哎，你还知道多少关于我师父的事？都跟我说说呗。据说，雷门先祖曾举行封刀挂剑的仪式，立志要摒弃这武林中最常用的2种兵器，从而专注火器研制，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，名震江湖。可你师父违背祖训，改练剑，并融合了雷门火药，打造了一柄纱布剑。剑出之时，雷声炸响，火光滔天。他凭借此剑行走江湖，名声在外。最后败在了雪月剑仙李寒一的手上，从此销声匿迹。有人说他是回了雷家堡闭关，号称不入剑仙永不出关。还有人说，他因违背祖训，被门主雷千虎逐出雷门。那些都是谣传罢了，我师父才没被逐出雷门呢。他只是……不方便说就不用说了。我对雷门的隐秘不感兴趣，只要他没有被逐出雷门就好。听你的语气，你还认识我师父？不认识。那你怎么听说他的事像松了一口气的样子？他若是被逐出雷门，雪月城也好，雷家堡也罢，谁来帮他那个丢了纱布剑的傻徒弟还钱啊？你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为了那500两银子啊！哎，不对，你刚刚说什么？还钱？不，前面那句。丢了纱布剑的傻徒弟。纱布剑？哦，完了！我怎么能把纱布剑给弄丢了呢？雷门不逊啊！你的伤怎么样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一运功就疼得不行。那白发仙的武功深不可测，我们能逃过一劫，已经算运气好了。是，这样说起来，还真是多亏了他呢。我看过一本书，上面说世上有神人，
脚踏云雾，身着白衣，引路西风，能御风千里而行，与日月同冷。说的就是他这样的吗？我也从未见过如此的轻功，真的就像御风而行一样，而且跑了那么久，也不见半分疲态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我们身为人质，却在这夸赞他，你说他听到之后会作何感想？二位小友，可不是我的人质。在下方才说了，想请二位同我去一个地方。马车上那么多人，你为何偏偏挑中我们二人？无非就是看中一个不会武功，一个身负重伤罢了。哦，身负重伤。在下不才，愿为小友效劳。你要替我疗伤？这一路还要靠二位多多相助，疗伤这小事，何足挂齿啊？不，这还是算了吧。小友被白发仙的真气所伤，若是一运功，两股真气再次相冲，势必会伤上加伤。在下这就帮你将那道真气逼出。世上竟真有如此神奇的轻功！我不会水啊！什么功夫，竟能让他人也凌波虚动？这与我无关，是他自己。雷无姐自己。老和尚说世间有人心有玲珑，可与自然相合，倒真没有骗我。攻城，还你了。感觉怎么样？酥酥的，麻麻的，哎，还有点舒服。雷门好歹也是江湖大世家，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小行货？哎，那个叫笨货，续声笨货。我乐意喊行，行货。哎，笨货，那个真念笨。我就念行，行货。笨货，行货。你怎么那么护着我？善哉，善哉。为什么要帮我们？在下方才不是说了，我想去一个地方，需要二位陪行。疗伤之事，不过举手之劳。这位大师，你武功这般神乎其技，去什么地方非要我二人不可？而且，你是雪月城要押往九龙门的人，我身后这位就是雪月城弟子，要我们同行，不怕我们抓你回去？在下斗胆问二位一个问题：方才在马车之上，说起来，也算是在下救了二位。
现在只此一个小小的请求，都不能应允吗？唉，还真是令在下心寒。我陪你去。哦，我就猜到你会这么说。你救了我们的性命，我就帮你这一次。但当你了却心愿之后，我还是会把你抓回去的。好啊，到时我便等你来抓。只要你有这个能耐的话。既然二位决定与我同行，那我们便是同伴，所以还是以姓名相称吧。不知二位姓名？我叫雷无节。萧瑟，都是好名字。你到底要去什么地方，非要让我二人同行？以你的神通，有什么地方是你去不了的？问得好。因为我没钱。出门在外没钱，那可是寸步难行。哎，那你可真是找对人了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一车人里，就属他最有钱了。这一身球衣，光是这袖子就是100两。闭嘴！我要是不给呢？难不成你还要抢？唉，小子，要不咱们租匹马吧？现在这么走，要走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住处啊？银子都被你吃光了，哪有钱租马？其实我觉得我们刚才吃饭的地方就不错，我们3个人租一间房，凑合一下，也够了。对啊，小子，咱们回去吧，要不？像那样的客栈，最次的一个下房也要3两银子，没床没窗，只能草打地铺。晚上闷热潮湿，蚊虫叮咬，你们俩受得了吗？哎，其实我就是做这行的，客栈这门买卖比你们想的水深。又少一笔。长弓追忆，百鬼夜行。什么长弓百鬼，我怎么没听说过呀？你以前听的都是英雄故事，但是长弓追忆、百鬼夜行不同，他们是马贼。马贼？无锡你不简单啊，连这马贼都对你感兴趣。看样子，他们不打算杀人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当然是。小子无心，你们快！被2个不靠谱的朋友给坑了。你小心点，咱们现在可是在长弓追忆、百鬼夜行的营寨中，稍不留神，别说救雷无节了，咱们俩得撂在这儿。话说，咱们也不知道这儿有多少的高手，就你我2人，我又不会武功，你打算怎么救人？走一步算一步呗，总会想到办法的。不过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先抓个舌头，好问一问雷无节到底被关在哪儿了。真开心呐！吃饱喝足，咱们去看星星。好，舌头来了。罪过，罪过。什么时候想回答我的问题？告诉我一声，我拉你上来。你不是会心魔引吗？怎么不用啊？累。你真是在寒水寺长大的？不是寒水寺，还能是哪里人？你身上有罗刹堂的武功秘诀，这的确会引起江湖人窥伺，但还不至于让无双城这样的势力大动干戈，更别说是天外天了。12年前天外天战败，
与中原各大派签下锁山河之约，为期12年。12年之内，天外天的任何人不准踏入贝里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当年还有一个5岁的稚子。其实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。你们总觉得我是什么大人物，但其实我不过是寒水寺里一个有些顽劣的小弟子罢了。抱歉，是我唐突了。无心，什么？你要是再不拉他上来，他就死定。糟了！高僧饶命！高僧饶命！大侠饶命！好了，告诉我们，你们今天上午抓的人被关在什么地方？哎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别！我知道，我突然知道了，凡是被绑的肉片，都关进地牢里了。你们这长空追忆、百鬼夜行，都有多少高手啊？什么境界？我们这儿武功最高的就是大当家的，不过前2天寨里来了一个人，我看应该是个高手，大当家对他相当的尊敬，还称呼他为公子。公子。刘无杰，刘无杰，小子，我在这儿。钥匙。我就知道你们俩会来救我。你喝酒了？哦，对，刚有个兄弟去关在我隔壁，就是他给的我酒。我还说把他救出来来着，他就被人给带走了。你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呀，在牢里还有酒喝。这酒，天启城碉楼小处的秋露白，这种地方怎么会有人喝这么名贵的酒？不过他这酒是怎么来的？对啊，他为什么会有酒呢？难道是？好了，不提他了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要开始真正的行动。我就知道，以你的神通，若是白天出手相助，这小夯货绝不会被抓了。你放任他被抓走，晚上又来救他，一定是另有所谋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哎，前面有客栈，去问问不就行了？这是师父。小子，这地方太破，根本就没法住人啊！眼见就要天黑了，不如我们今晚就打扫一下，在这里歇歇吧。啊？你刚刚不是跟我说这客栈出现了突兀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让我们赶紧上路吗？我改主意了。萧瑟，你说呢？我没意见。嗯。
就知道你没睡。白天那个记号是江湖白晓生的吧？你是他的弟子？算是吧。怪不得你知道这么多江湖的事。我叫老和尚倒是跟我说过，白晓生的确有个姓萧的弟子。管好你自己的事。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你，肖老板，记得天亮之前要回来哟。真记仇啊！我没听错吧？没想到啊，居然误打误撞的来到了这里。萧瑟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？我应该有什么反应？这天下4城，北天启，南雪月，东无双，西木良，这个都是与雪月城齐名的江湖名城啊！我一定要去见识一下。一座没人住的鬼城，有什么好见识的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江湖上谁人不知，木良城中住着一个人，而就是因为这一个人，让木良城成为了江湖4大名城之一。啊，这个是5大剑仙之一，孤剑仙洛青阳。孤剑仙洛青阳啊！好了，这些江湖传闻，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？相传孤剑仙洛青阳独坐木良城中练剑，10几年从未出过城一步，号称要将他的9颗剑诀修炼至大成，方肯出世。哼，这点倒是跟雷门的雷轰挺像的。雷轰、洛青阳，再算上那个望城山上从出生开始就没下过山一步的赵玉珍，这3个人也算是江湖3大宅了。不是你，不过像这种江湖传言也多有不实。雷轰和赵玉珍好歹还有雷门和望城山供养，可这木良城内就只有洛青阳一人。10几年来，他吃什么喝什么，真当剑仙是神仙啊，不是人间烟火。你说的好像也是啊。传闻或许有夸大的地方，但是洛青阳剑仙的名头可是实打实的。不少人认为，洛青阳的武功可当5大剑仙之首。刘姐，刘姐啊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，就是我们已经到了这地儿了，要不就顺路去看看。看看，萧瑟那个家伙，一听说我要去木良城，吓得脸都变色了。吴昕也是，什么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？我只是远远的看一看，又不是要去挑战孤剑仙，小题大做。什么人？有本事单打独斗，3打1算什么本事啊？臭小子，少废话！说，谁派你来的？要杀便杀，小爷我眨一下眼睛都不算英雄好汉。这几个人的兵器，似乎是男爵之人的长刀。把绳子给我解开！小爷我一个一个陪你们打到天黑。男爵太子身边的侍卫傅恒星，此人出现在这里必有特殊目的。这小子大概是无意间撞破了什么。吴昕怎么还没来？给他点颜色尝尝。啊，你不会来真的吧？刀下留人！萧瑟，是你？想不到你还记得我。怎么会忘记呢？我家殿下至今还十分懊恼，当年在天启城千金台输给你一座城池的事情。年轻时的荒唐是罢了。既然你出现在这里，怕是对我们的事情知道不少吧？
那个不成器的弟弟，现在怎么样了？看来你是都知道了，才带人来拦截我们，真是神机妙算呐！可不是我神机妙算，毕竟在这北离之内，什么事瞒得过那一位？你是奉命来的？我只是传个话，希望你们回去告知你们殿下，有些钱踩不得。我差点被你唬住。何出此言？据我所知，你已经被贬出天启城了。你们的情报不假，不过这天启城的水，比你们想象的要深。你若不信，可以试试。好，我愿意一试。哎，出手啊！你只会躲吗？想不到昔日的天下第一天才，连自己的武器都拿不住，真是可悲啊！受什么？萧瑟！不是，还不快走！什么时候到的？就在你刚刚和那人对峙的时候。既然到了，为什么不早点出手？本来是想出手的，后来看你聊起年少的荒唐事，觉得有趣，就多看了一会儿。哎，那个能不能先把我放下来？萧瑟，你跟刚才那个人认识啊？我听你们俩说话，我怎么听得云里雾里的，不明白啊？听他的意思，你之前还在天启城做过官呢，后来又被罢官了，为什么呀？你还说你有个弟弟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说句话呀！你刚才明明能解决他们三个，为什么不出手？哎，怎么能妄动杀念呢？他们要是发现被骗了，一定会追回来。咱们还是赶紧走吧。说得对，我们还是快去鱼师国吧。哎，你们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哎，萧瑟，为什么呀？那小姑娘，卖花伞。吴昕啊，你要来这鱼师国，没钱的话，我萧瑟可以借你。大不了以后加倍奉还就是。若实在没有钱，武功秘籍拿来充数也不是不行。不过你若是不认识路的话，那我就爱莫能助了。如果我二人是认路的人，就不会遇到你。给我来一份吧。花布。快教一下。别看了。他不是和尚，带不了你去大梵音寺。嚯，这人海量啊！这壶酒在我们雪落山庄也能值个3-2两银子。3-2两银子，那得买多少老糟烧？找到了。高手啊！愣着干什么？追啊！哦，对。怎么不走啊？到了。哦，长相大气，还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！我说吴昕呢，怎么你一到哪都是1等1的高手，而且还是一副要打架的样子？1等1的高手要打架了吗？雷门好歹也是江湖大世家，
什么出了你这么个小行货？是笨货，行货，笨货，行货。既然来了，那就下来吧。咱们是不是已经被发现了？闭嘴！劳烦长相大剑，不远千里来找我，真是荣幸啊！大剑，别叫我大剑，大剑可是宫里那位才能叫的。锦仙宫，你这么恭敬，我倒是不习惯了。那年跟我品茶论道的白衣小友去哪儿了？那时你来找我，是品茶，可这次来，却是抓我。宫里那个人的命令我不得不听，但是保住你这条命，我还是能做到的。就走到那儿吧。这一路上，雪月城、九龙门、无双城、天外天，他们都来找过我。他们中的每一个都说不会杀我，所以你这个条件吧，似乎也并不特别。雪月城也好，无双城也罢，我跟他们代表的势力是不一样的。如果这一次我带不走你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杀掉你。锦仙公公，别太过分！要想动手的话，先过我这关。你怎么了？这回你砍不下去了。锦仙公公是来找我们，至于我们俩的事，一会儿再说。下面那个拿刀的醉汉，看起来也像是个高手的样子啊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吴昕要找的人就是他，就是吴昕说的那个世交。上一辈的恩怨吧。请公公出见。沈静舟，吴昕，听说你学会的奇奇怪怪的武功有很多，这一次打算用什么呢？魂手，大悲副中的武功你也学会了。周儿，锦仙公公这是怎么了？看也不看我一眼。风雪剑沈静舟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锦仙公公在17岁时进入江湖，以风雪剑成名，如今的母亲也是17岁。吴昕，我最后问你一句，你到底跟不跟我走？这么有趣的人，杀了还真是可惜。想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
心魔已对我们有用。小无心，现在王仁孙也败了，你要不要让你上面那2位小朋友来帮帮你？躲躲藏藏的，以为我没发现你们吗？小左，咱们是不是已经被发现了？嗯。停！凉风率以利，游子寒无衣。我们走。小无心，九龙门的人马上就来找你了，想逃的话，就快点逃吧。逃不掉的。是，你的命能逃掉，但是你的命运逃不掉。睡觉。你干嘛？打，就知道打。你知道刚才有多危险？锦仙要是有杀你之心，你已经死了。你看我现在不是没事吗？哦，对了，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突然就走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你静的跟狐狸一样，你还能有不知道的吗？可能是看见你那不要命的一拳吓着你，觉得不是对手跑路了呗。我倒是希望是这样。做完这场法事，你便离开吧。12年前，他们逼你卷入是非。12年后，你不能重蹈覆辙。我说刘杰，你有没有发现这家伙每次走的时候，都没想带上咱们呀？好像是这样。那咱们俩这所谓的人质，干嘛赖着不走呢？也是啊，那直接去找大师兄吧。2位仁兄怎么还不跟上？我们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得坐几匹马，我可没带钱啊。这家伙真邪门。吴心，你这是什么吃法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？少见多怪。这就能吃了？嗯，不错。怎么样？我这个吃法还不错吧？真好吃。要是里面再来点肉就好了。哎，吴心，你这门手艺在哪儿学的呀？是老和尚教我的。哦，忘忧大师还研究这个呢？应该是他云游的时候，不知道哪里学来的吧。听说忘忧大师的故乡便是鱼师国。没错，准确来说，这间寺庙就是他出生的地方。老和尚自幼精通佛理，6岁时
便可与大梵音寺的摩诃尊者论道。为了求道，他离开于师，四处云游。40岁时，便到寒水寺做了住持。那时，他已经被称为天下禅道第1大家了。20年之后，他便收养了我。萧兄见多识广，想必早已知道我是谁了吧？若是我没猜错，你姓叶。我的确姓叶，我叫叶安世，我爹是叶鼎之。叶鼎之，那魔教教主？没错，我爹就是魔教教主。小子，这天外天就是魔教吧？所谓魔教，就是10几个域外的教派合起来的统称，其中最大的就是天外天。所谓魔教教主，就是天外天的首座。不过据说当年魔教东征失败之后，就与中原武林立下锁山河之约。天外天的一个重要人物被当作质子留在北陵，期限就是12年。那人就是你吧？是我。那年我5岁，跟随父亲一起东征。后来阿爹身死，我便被忘忧收养。吴心，你不是5岁那年就被留作质子了吗？那你现在，如今12年期限已满，按说，我应该回天外天了。可是你走之后，没人能保证魔教会不会卷土重来。所以有人想废了你的武功，有人想监禁你，更有的人想杀了你。最终有九龙门的大绝出头，弄出这个黄金棺材的事件。我若是你啊，现在就寻一匹快马，一路往西狂奔。我若是想逃，那日就跟着白发仙走了。你不跟天外天的人走，反倒是带上我们2个，真是为了这场法事。有件事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，你为何偏偏挑上我们2人？我们俩本来跟这件事毫无关系。对啊，你要是需要人手，你去天外天找高手不就好了？不是说过了吗？因为我没钱。因为一个穿着千金裘，一个穿着凤凰火，看着就很有钱。啊，你这人啊，就像是舌根底下藏了1000句谎话，随时都要蹦出来似的。这一点你们俩都是一样。闭嘴。高不高手不重要，关键是要活下去。我想传你们2人1人1门武功。什么武功啊？我想传你的是天下大自在无敌伏魔神通。哇，好长的名字啊！好随意的。雷家的弟子，接下来轮到你了。那你可找错人了，我可不会武功，逃跑了轻功还可以，拳法我半点都不会。不过那个水上漂的功夫看起来不错，我可以选吗？你心思太重，飞天踏浪神通你是学不会的，学了也只会半路掉下来。飞天踏浪神通，罗刹堂武功的名字都取得这么随意？不是，有些武功秘籍上的名字被人抹去了，我就瞎取的。那你可找错人了，要传授武功，你传那个小夯货。啊！我没有找错人，我要教你的这门武功，不需要什么基础，需要一点时间。我今日教了你，
你怕是很久之后才能学会。我要教你的是心魔眼。吴昕，我最后一次提醒你，这次法事势必会惊动整个云市，到时候会有很多高手赶来，你有信心吗？那又如何？老和尚已经不在了，谁能管得了我？那是什么呀？难不成是舍利？舍利？有些高僧在作画之后，身体里留有珍珠般不溶不灭的物体，俗称舍利，是佛家圣物。老和尚死后，身体瞬间沉迷，但在那灰烬之中，还留下了一颗舍利。我便想带着这一颗舍利回到玉石。老和尚生前回不来，死后我带他回来。傻孩子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师父，莫哭，你该回你自己的家了。无心的家是寒水寺，这里是寒水寺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啊！又想家了吧？师父，有一天你也会像父亲娘亲一样突然离开我吗？傻孩子，我会一直都在你身边的。真是个傻孩子。寒水寺只是你一时栖息之地，如今你已经长大了，该回你自己的家去了。你的家是一个很自在的地方，乃方外之境，天外之天呐。不，师父，弟子哪儿也不去，弟子就想回寒水寺。唉，真是个傻孩子。唉，只有那些人认为你会成为颠覆着天下的火种。求师父，求师父指点无心的路。走吧。
现在就别装出那副白衣胜雪的样子了，我们都看到了。唉，本想成为那玩世不恭，却又孤傲于世的超脱之人，真是没想到啊！一个老和尚，我竟然都舍不得。失策呀，失策！但是老和尚说了，前面的路还是得自己走。忘忧大师佛法奥妙，但有一句。就是他们了，就是他们。要不我来破阵？你一个雪月城弟子要与名门正派正面为敌，这不还没过门吗？要是大师兄来了，我立马就跑。那可是本相阵啊！九龙门的阵派神通，难破得很。嗨，破不破得了，试试不就知道了。阁下是谁？雪落山庄副庄主，萧无色。滚！不知阁下为何拦路？这里只有一个要回家的人，拦路的是你们才对吧？好机锋！啊？什么？什么机？哎呀，什么机不机锋，听不懂。阁下是雷门的弟子。什么雷门啊？啊？我刚说的你没听见吗？我乃雪落山庄副庄主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萧无节是也。可阁下刚才还说自己叫萧无色，怎么转瞬之间就改名字了？我那只是一时说错了。那阁下到底叫什么？你没听清吗？雪落山庄副庄主萧无心。要不你还是把他拉回来吧。不，还是让他被打死算了。也行。阁下，要不要再想一想？哎呀！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节前来拜会九龙门本相阵，请指教。入阵！你觉得这小子能破几个人？大概一个都破不了。这么没信心？这可是我雪落山庄的副庄主。本相阵结阵之时，7人便如1人，1人便如7人。雷，萧无色此时尚能不落下风，只是因为本相阵只结了形，还未结义。
看来对手并没有把这个萧无色放在眼里。阵成了，无心，别在这碍事了。这些人都是被心魔给困住了吧？看来这九龙门的人也不怎么样嘛。无心用的并不是武功，不能相提并论。不过这阵还没破。大觉掌门，你若再不睁眼，你的师弟们可就要死了。无心，你又何必再逼在下？大觉掌门。你话也忒多了。你若不开阵眼，你以为你的师弟们还能撑得过一炷香的时间？这又是什么武功啊？无坚不摧，万毒不侵。金刚不坏，至刚无敌，这便是九龙门10大绝学之一，将伏魔神通练到极致所成就的金刚之体。这便是老和尚说的金刚之体。无心，无心。你怎么样？好疼啊！这大绝虽修为不凡，但这金刚之体极耗内力，你可拖他一拖，不可正面相抗。恐怕行不通。本相阵最后一阵，本相归一，此时7人的内力全在大绝1人身上，如果要耗，只怕先耗死的会是我吧？那你想怎么办？他要做那大罗金刚。我便要打他的金刚破裂，金刚不坏，打得你元神俱灭。若不是为了袒护你这邪魔，忘忧怎么会有如此下场？今日我便收了你这魔种。师父说我天生魔心，这辈子注定没有佛缘，便让我入罗刹堂修习秘术，参悟万物心法。尔等口口声声想要诛魔，可何为魔？岂由你来定夺？心法奥妙，岂是尔等邪魔可问？心法奥妙，这话放眼天下，我师父说得
你却说不得。牙尖嘴利，拿命来！师姐，师弟，老连，你们雪月城为了魔教的余孽也要出手吗？大觉师父不要误会，这是我个人行为，并不代表雪月城的立场。我觉得吴昕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，还望大觉前辈能够慈悲为怀，放过他吧。大觉师父，吴昕师弟他真的不是魔。你们这些人正邪不分，我大觉为了铲除魔教的余孽，何罪之有？大觉师父，这魔教东征之时，吴昕才5岁啊，当年的那些仇恨跟他又有什么关系？小心点，大觉状态不对。你们这些魔教的余孽，全都该死！叶挺之，还我师尊的命来！九龙伏魔阵，给我起！叶挺之，你给我死！当年我父亲率领天外天入侵中原，塑造杀孽慎重，父债子偿，也并不是没有道理。吴昕，别做傻事。我燕氏身为天外天少宗主，却习得中原罗刹堂秘术，此事也必须得有个交代。大觉掌门，你引我走火入魔，今日我便与你一同了却这段因果吧。大觉的功力在消散。这是什么邪术？竟能化掉敌人的功力？看清楚了，吴昕的功力消散得更快。吴昕，别瞪我了，我也不知道这武功叫什么名字。封皮被毁去了，我便自己起了个名字，叫做悲天悯人。大觉师傅，大觉师傅，大觉掌门，你这几10年的功力已被我尽数回去，但你放心，你们罗刹堂的32秘术，我也绝不会带走半分。吴昕，哎。
干嘛非要化去自己的一身功力？明明还有更好的办法。不化去这一身功力，只怕他们拼了老命也不会让我走。你想说什么？悲天悯人，名字取得不错。一直都不错，好不好？大爵掌门，这架也打了，吴昕的功夫也没了，咱们是不是该把这路给让开了呀？一念成魔，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。风萧，去！我才刚休息了这么一会儿，你就变得如此冷淡。看来还是需要我来扭转乾坤。原来好戏在这儿呢！追！小左，这吴昕不是被废去了一身神通吗？他这感情都是骗那个老家伙的。他这次用的功夫不一样。天眼通、神足通、天耳通，这不是罗刹堂乱来，这是真真正正的六通之术。难道这就是师父说的一念乾坤？废去了一身秘术，反而习得了六通之术。恭喜师弟。这样也好，只要有点意思才能打下去。你要如何有意思？有什么感觉吗？啊？什么？是不是感到特别挫败？是有一些吧。本来这趟出门，想凭自己的本事闯出一些名头来，可这一路上遇到的所有人，一个都打不过。你可还记得第一次对阵明侯月姬的时候，你说过什么话吗？我说，好大一把刀啊！好大一把刀！不是这句。啊！想不到初入江湖就能遇到这样的对手，手雷无解的幸运。你看清楚了，这一代的第一名将会从他们二人中
产生。谁？30寸。哎，这人是谁啊？刘无节，你要记住这个人。之前你遇到的风雪剑沈庆州、碎空刀王如孙，虽都是1等1的高手，不过也只是之一罢了。而这个人，乃是当今用枪第1人，枪仙司空长风。枪仙司空长风，雪月城的3城主。你的口水都快掉下来了。把那个表情收一收，别太丢人。萧总，这把剑是……天下10大名剑第2，大鱼朱雀。大鱼朱雀。哇！大明朱雀，司空长风。哦，想不到天下闻名的枪仙，私底下是这个样子的啊！你知不知道？确实没想到，这个真是太帅了。我看他们3个聊1宿，应该不是什么问题。以后你可不能再这么玩意了。那个，知道了。枪仙前辈，在下江南霹雳堂雷家堡雷无节，正要去雪月城拜师呢。嗯，小伙子，看上去也是一表人才了。啊！别在这丢人了。他说我长得精神呢。走吧。等等，小子，你想怎样？你要带他走，可问过他同不同意？他本就是天外天的少宗主，不回天外天，难道回那寒水寺吗？那他若是真想回这寒水寺呢？小子，你找死！当真以为我怕了那躲在雷家堡的雷轰，不敢杀你？不信，你真的要走？好。12年的契约已满，你本该就走的，为何还犹豫？锁山河之约，为期12年，那期间他是质子。如今12年期限已过，天地偌大，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说的没错，无心，你一句话，大不了我们再打一架。你就要拜师雪月城，又如何能与枪仙动手？师门是师门，公道是公道，兄弟是兄弟。萧瑟，你说是不是？他说的没错。少宗主，莫叔叔，莫叔叔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少宗主，
天外天等待少宗主回宗，已经整整12年了。如今的域外16派4分5裂，唯有天外天从未有一人离开。我们都等待着少宗主回宗，重掌大局。莫叔叔，我明白了，我走了。恭送天外天宗主叶安世回宗。枪仙就不要再逼我了。无心知道，其实老和尚都已经死了，回不回那座寒水寺已经不重要了。不过老和尚说的对，我的家是那方外之境，天外之天。你可以回寒水寺，但不是现在。师兄，我走了。师弟，不管你是不是天外天的宗主，寒水寺永远都是你的家。教你的拳，要记得打。那道拳看似普通，千百万遍打下来，水滴石穿，聚沙成塔。至于我教你的，我希望你永远都用不到它。我早就忘了，忘了就好。无心，你若不想走，我给你想办法。我知道你有办法，但人生在世，说是无情，又有谁能真的无情呢？此情不可避免，我去了却一些旧缘。了了之后呢？再之后，重回江湖，与你们结伴而行。山下那口棺材怎么办？就地埋了吧。我欲乘风向北行，雪落轩云大肉席。我欲借船向东游，绰约仙子迎风流。我欲踏云千万里，庙堂龙吟奈我何？昆仑之巅暮日光，沧海绝境见青山。长风万里雁归来，不见天涯人不回。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那自然是去雪月城了。你确定这条路是对的？嘿，
放心吧，唐师兄去执行别的任务了。临走前，我让他帮我画了份地图。看，就这个，这次肯定不会错的。但愿吧。萧瑟，我就要去闯登天阁了，你不给我点鼓励就算了，你还臭着一张脸，你想什么呢？你还好意思说呀？这次来雪月城走错3次，多走了1个多月，就为了那500两，要不然连本带利，算你800两。啊？哎呀，我得去闯登天阁了，祝我好运啊！江南霹雳堂，雷家、雷无节前来拜阁。这是什么呀？哎呀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你打算怎么陪我？陪你？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仙人揽六柱，对搏泰山鱼。据说这是一局残局，残局之上蕴藏着绝世武功，若是能够从中参透，胜过苦练20年啊！我刚刚看出些什么门道，你就进来了。说吧，打算怎么赔？不会又要赔500两银子吧？上当，给你打个折，300两就行啊。那能不能比试完之后再给啊？行，哎，痛快，那就得罪了。你要赌什么？啊？6博牌九，宣和马吊。问你要赌什么？快点选一个。这些我都不会啊。都不会？你不会上这儿来干嘛呀？我只会一个，玩骰子，猜大小。唉，比大小就比大小吧，没意思。来吧。当真不能比我啊？不能。一局定胜负，猜吧。大。
331，小的不能再小了，输了。你是最不占优势的一个。有些事嘛，总得去争一争，不试一下又怎么知道结果？若是争不到，你会死。小子，才13层就下来了，你比我想象中要弱呀。我还没输呢，那13层那家伙他不跟我比武，他跟我比摇头子。你赌术比我高，教教我呗。教你可以，但是得加钱。多少？加300，一共800。行。你遇到的应该是雪月城尹落霞的弟子。尹落霞，苍兰江边一场断剑的落霞仙子，江湖美人榜上常驻10年的神仙人物啊！你还听不听？听听听。尹落霞生性好赌，曾与枪仙司空长风连赌3场，均落败，后被迫加入雪月城担任长老。据说他入了雪月城之后，他只收了1个弟子，跟他一样视赌如命。跟我说说他怎么跟你赌的？我就只能先瞎猜呗。他就掀开一条缝，看了一眼就说我输了。那个宝盒下面有道暗格，他提前看一眼，若你猜中了，他只需轻轻一拨，骰子转动，怎么都是你输。原来如此，我走了。回来。啊！赌不过是一个小伎俩，闯登天阁不会如此儿戏。你若想赢，还得靠你最擅长的事情。我最擅长什么？揍他。我明白了。站开，站开！我有个朋友说，这赌其实就是靠小伎俩。所以我还是赌他。买定离手。哼，要赢还得靠真功夫。离你的手！116，8点，是13点，大的不能再大了。你干什么？我不能让你过去。你是想替那雷无劫拦住我？小子，钱老师姐，你怎么又下来了？我刚跟大师兄打完，他让我下来先休息，明儿再去。这么听来，你还赢了？惭愧，惭愧。雷无劫，你这3脚猫的功夫怎么可能赢得过大师兄嘛？定然是他放水了，是不是？怎么会呢？大师兄说他全力以赴了的。这次先放你一马，等你入了门，我再好好跟你比试比试。不说了，先走了。行吧，就听你大师兄的话。正好我也累了，马上带你去喝一杯。哎，行。你怎么不走了？到了。到了。这儿啊？那个，我身上可没有钱啊。放心吧，今晚的酒不用钱。啊？用缘分。用缘分？
用缘分喝酒。东归东归，东面有君子，待客而归。你在那儿嘀嘀咕咕什么呢？这酒肆连老板都没有。这不就在那儿睡着呢？啊！这是酒肆老板？哪有酒肆老板把自己给喝醉了的？这点小酒，还喝到屋顶上去了。不过是瞎情而已。哎，你站都站不稳了，还没喝醉呢。酒不醉人人自醉。我这位小兄弟想求饮一杯，不知今晚可有缘分？一醉年年今夜月，这酒与你们今夜有缘。既然有缘，此刻便求饮一杯。莫急，还差最后一抹月光。玉梦清虚贵此飘，一杯浊酒向天邀。何人能爱今宵月？夜上楼头弄玉箫。喝吧，这是最好的风花雪月。怎么样？疏凉如风，柔美如花，寂静如雪，畅凉如月。好酒能品一味，碉楼小筑的秋露白号称能品3味，我这酒能品4味否？在我看来，人间百味也不过如此了。寂静如雪，畅凉如月，这酒水透着一股子小家子气。我不喜欢，我喜欢那种炽热如火的酒。不过嘛，你倒的倒啊，我就试试。这酒。怎么回事？感觉如何？你到底是谁？这又是什么酒？我是一个酒肆的老板，这是我的风花雪月。我现在问你，这第2碗，你还要不要喝？脚下无尽的深渊，它游过这世间的纯洁。这第3碗，你可敢喝？寻梦频率模糊了双眼，不顾一切向前，无法抗拒的心跳，随着呼吸改变。
4碗，你还要不要喝？这碗喝了，肯定会死。死的话，都不需要上那登天阁了，直接就登天了。给我！你醉了，睡吧。他的火灼之术已经突破了第3重境界，他若是要自己达到这重境界，至少需要3年。而如今，他仅用了3杯酒。唐莲不会无缘无故让雷无节休息，我猜这也是你的意思。你就是雪月城大城主，酒仙百里东君。以这小子的资质，最多到14层，15层那位他打不过他。15层的应该是守阁长老，雪月城的长老。有什么好猜的？明天不就知道了？也对。这酒馆送给你了，我先走了。前辈要去哪儿？寻酒坊。前辈能酿出风花雪月这样的绝品，还需要什么酒坊？孟婆汤。孟婆汤。只需喝上1碗，你就会忘记所有发生过的事。等醒了，就是新的人生，多好啊！可惜我一直酿不出来。如果我酿出来，你也一定想喝上1杯的吧？萧楚，我叫萧瑟，只是一名客栈的老板。那我也不是百里东君，是一家酒肆的老板。醒了。萧瑟。哎，那老板人呢？走了，寻酒坊去了。寻酒坊？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人家助你连开3门火灼之术，你只需要记得他是一个高人，也是一个好人就够了。哎，说得对，走，闯登那阁去。哎，吃个早饭再去吧。哎，也对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嘛。走，走，吃早饭去。马上就要分道扬镳了，最后一顿早餐我请你。萧瑟，你这话说的就有点惆怅了。一点都不惆怅，只是这一趟回去又是那么遥远的路程，仔细想想，竟然只是为了800两。你又来了，我去登阁去了。雷家宝，雷轰座下弟子雷无节，问见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李寒衣。是，求见李寒衣。雷家宝，雷轰座下弟子雷无节，问见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李寒衣。爹。雷家宝，雷轰座下弟子雷无节，问见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李寒衣。喊了半天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别喊了，别人真是有些尴尬。不管了，好不容易闯到这阁厅，一定要见了他。雷家宝，喊什么喊？吵死了！问见雪月城，就凭你手里的这把杀猪剑。这是纱布剑。哼，我现在已经来了，你出剑吧，让我看看。你到底有什么底气说出“问见雪月城”这句话来？好。这种杂耍，
橙子雷轰，大开大合，威力不俗，确实需要更扎实的基本功，不然就会破绽百出。听说你学习了雷家的无方拳，还向天外天的少宗主学了另外一套拳术，再加上火灼术，2套拳法，1门秘术，你有多少心思可以放在席剑上？雷轰那个混蛋，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师傅说了，行走江湖，艺多不压身。一派胡言！行走江湖，一人一剑，足矣。看好！我的登天阁。李寒一，你这个混蛋！混蛋！去。这就是剑仙一剑的威力。雷家堡雷轰座下弟子雷无极前来问剑雪月城，赵雨珍座下弟子李凡松也来问剑雪月城。他有过这世间的情节，模糊了双眼，不顾一切向前，无法抗拒。无极还有一剑，请剑仙试之。樊松也有一剑，请剑仙试之。下一刻开始燃烧，照亮整个黑夜。剑名烈火轰雷。剑名无量天罡。我也有一剑。剑名玉溪花尘。